我是北京人，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活，就是也没有说住在胡同里面，就是非常正常。刚刚来到上海的话，稍微就是对气候有点不太习惯，因为当时刚来上海的时候还是夏天，然后就是那种湿热的感觉让我就是非常不适应，因为北京天气比较干燥嘛。最早是因为陈绮贞的一首歌叫《花的姿态》，然后因为我最早也是叫花的姿态，然后后来因为就是种种的原因，就选取了姿态这2个字，把前面那个花的给去掉。接触到英雄联盟，就是因为当时我基本玩遍了所有的 MOBA 类游戏，然后我也特别喜欢 MOBA 类游戏，然后最后就不知不觉就找到了这款游戏。当时是因为自己比较想做一名职业选手，然后就自己组了一个线上的队伍，然后去打了一个线上的比赛，然后在那个比赛里，当时是对阵 TPA， 然后由于自己发挥比较好，然后被几家职业俱乐部看中，然后最后选择了埃及。现在的状况下，更多的可能是按照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去就是来执行现在的一些战术或者就是一些打法。但包括就是以前的话，大家互相的交流和沟通特别多，就是别人也会提醒我现在该干嘛比较好，我也会提醒别人现在该干嘛比较好，然后。也毕竟是当时是5个中国人交流比较方便，然后就是对游戏里面的一些东西各自给的意见都特别多，而且也比较互相信任，所以也会比较信任队友。队友就是当时说什么，基本就是大家都会去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如果没问题的话就会去做。其实2者都有吧。最早使用双中的时候是 WE。但我确实很确定 ，WE 的那个时候，不出意外，应该就是针对我比较多一点。但确实当时微笑状态非常好，也非常强。肯定是打不过我。大招，漂亮！我刚想说一滴肯定是打不过维恩呢。不是，最关键的是他的 W 没有打中。因为当时自己就是对线上的就是所有的小细节都比较在意，然后当时我心里就想，因为。没有什么英雄1级可以一直在放技能去打人，而且如果就是打到了伤害还非常高的，当时就没有一个英雄是这样的。当别人说死哥只是一个刷钱英雄，我就比较质疑他们，然后我就想用我自己的理解去告诉他们，这个英雄线上非常的强，而且当时我也比较在意线上的很多东西，就比如说线上的输赢，所以说就是。当时就在研究什么英雄，然后怎么样打会打出非常不一样的效果，然后最后就是一个点燃死歌，就是这样出来的。因为，怎么说？毕竟，其实我打职业的时间比他还稍微长了很多吧，所以，其实蛮想和他在比赛中交一次手的，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Solo rank 的话，相对的，其实大家也没有那么太认真，所以就也没有太放心里去吧。但是能杀他还是比较 OK 的。首先韩国选手，他就是韩国职业选手的对职业的态度，实在就是，不接触的话是不知道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敬业。然后这种气息也非常感染我们在 IG 俱乐部的中国选手，然后也一直在向他们努力学习对待职业的这种精神与态度。然后就是其他的就是游戏上面的，就是来自韩国职业选手的对游戏的不一样的理解和看法。就是每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韩国选手，就是提出一个意见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就是哇，这个游戏还这样想，或者说可以这样打的一样的这种感觉。大多数情况就是
因为这个游戏现在就比较吃中野的一个联动和配合，还有发挥，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卡靠和 Rookie 他们2个人本来就是老队友，而且已经在一起打职业很长时间，所以说就相当于是从一个韩国队伍的中野换到我们这边的中野，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样说其实也并无道理，因为毕竟是外援，外援就肯定有外援强的地方。Rookie 的中单其实就是当时没有接触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直到第一次就是有接触，就是不管说是单排排到对面有一局对线，或者说看他打训练赛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很可怕。为什么？就是他当时是比较喜欢刺客英雄，但是他又能打出那种比较发育的感觉，但又一直在杀人，然后又特别的稳，不会死，就感觉很可怕这个人。然后我和他风格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并不会去玩一些特别刷的英雄，就像泽拉斯或者说像发条这样的英雄，但我恰巧就是玩这些英雄玩的比较擅长，就像泽拉斯、炸弹人、发条这3个其实是我自己看来我比较擅长的英雄，但是比赛上面也没有过多的使用。然后他的话就像妖姬啊、小鱼人这种就特别厉害，主要风格就差在这里。首先一个位置的转变，可能转变最多的就是对于线上的输赢看得没有那么重，然后好斗的心也没有那么强吧。最主要的还是转变了这些。其实在转变到了上路以后，因为他很多英雄就不像中路那样高伤害脆皮，可以经常的一个技能就把别人打得没血，然后又可以找机会击杀。上路基本都是很肉，你打他10下可能连个1/20血都不掉，所以说在这种环境里面，其实并不能太找回以前中路的那种就是摸一下对面再摸一下就死了的那种感觉，反而更多的就是要怎么稳，怎么去更精确的摸对面一下，让对面很伤。这样我还是算一个比较恋旧的人吧，因为毕竟当时那一段记忆是我从开始到现在算最美好的，所以每次看到那个鼠标垫也比较有感触，所以就没有换。因为之前那个鼠标垫有脏过一个，然后我还特意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再继续使用。我是上单霸主 PDD， 看我神威，无坚不摧。哎，两个，哇，2个人没反应，没有反应，没反应过来，彻底感谢职业选手居然没反应过来。其实就是他也没有找我们帮什么忙，就是那一天他说让我们帮忙转一下微博，然后他那个微博刚发出去几分钟，我就帮他转了。和关系好的基本上就我以前的老队友吧，然后还有一些老对手，像什么草莓啊、笑笑啊、778的以前的姿态那些，还有现在5开，然后基本除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嘛，只是我比较想去他那边看一下，然后最近又一直没有时间要训练。我是少小，我是打中国队主副，中国的风暴即将来袭。就是平时，比如说无聊的时候，或者说心情比较闷的时候，就会去看他的直播，因为他那个直播是真的比较搞笑，而且就是从以前老队友的时候就知道，其实他就是这种风格的人。下路直接一波一波打，人家已经拿掉了。哇，中国队伍1年以来首次战胜韩国队，漂亮！这一场胜利虽然只有1局，但是可以吹1个月。Oh my god， 能拿下第2局，我吹1年。打掉韩国队伍，我吹一辈子，一辈子嘛，太好了。如果就是当真的就是快自己适应不了，就是现在比赛的节奏，面临着退役的话，然后这个时候或者 PDD 或者笑笑，他们组一个战队说老哥几个，咱们还继续再打比赛，你还愿意去吗？去，是肯定去的。肯定。
最大的不舍还是他们就是，PDD 笑笑和影子他们走了以后没有了依靠吧。其实，一直 PDD 也挺照顾我们的。然后最近他新做了一个战队嘛，希望他的战队能够，赶快进 LPL 来和我们争夺一下。然后笑笑的话，就肯定祝他在解说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影子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因为现在和我一样也是在奋斗的人，就一起加油。你感觉就是当初在网上你也流传一段视频 ，MC 男孩是一个 MC 男孩站在 DJ 台。我想问问，你觉得他的歌声好听还是你的？还是你的比较好？现在我要你给我一起来摇摆。解锁卷发。风格不同吧，但整体来讲，听他唱歌比较享受。肯定他唱歌比较好听一点。这里是来自情债的新一代。难道就是不觉得自己的 MC 男孩更胜一筹吗？唱歌厉害还是打游戏厉害？打游戏。要选择一个韩国队友 ，Rookie 还是韩浩？都要。只能选一个。不行，都要。此时此刻，现在有没有最想吃的东西？没有。选中单还是上单？上路。撸啊撸里边，如果要增强一个英雄，你最想增强哪一个？杰。如果现在玩真人的那个，你站在召唤师峡谷，身上要带4个技能，你选哪4种技能？带4个技能？对，给自己带一套。我想一下，这个得想一下。好。Q 就要风女的 Q 吧。哦，对，就妖姬的 W， 然后 E 技能来一个 EZ 的 E 吧，就要时光的大。然后有没有女朋友？有。如果现在校长来参观基地，见到他时，你最想和他说什么？第一句话。因为一般都是说校长好，但是如果要一点效果的话，就是老公你来了。现在让你立马说一个笑话，就是能逗大家笑。笑话？对，自己平常不看笑话。平时也不怎么太说笑话。是一个 MC 男孩站在 DJ 台。